白饵专家果然名不虚传，在哪都能过上度假生活。刚开局就逮到一只2两半的地松鼠，吃上了香喷喷的铁锅焖地鼠。不仅如此，中途还捡到一只99斤的野山羊，一边吃着飘香四溢的烤羊腿，一边熏着滋滋冒油的羊肉干。饭后再来点野洋葱解解腻，小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滋润。蒙古的阿尔泰山脉环境恶劣，气候寒冷，就连骆驼这种生存机器都无法生存。本期德爷却要向他发起挑战。搭乘摄制组的核动力皮卡，德爷迅速抵达挑战地点，依旧老规矩，不带头发，不带求生工具，甚至连头发都不带。德爷要在10天内抵达40公里外的游牧定居点。为了不被冻成老冰棍，德爷破天荒地穿上了羽绒服，但依旧挡不住时速80公里的刺骨寒风。简单观察一下周围环境，德爷发现了湖对面有片森林，经验告诉他那里生存资源应该比较丰富，但要想抵达对面，德爷需要通过面前的这座冰封湖泊。这里的气温只有零下10度，德爷担心冰层的厚度无法支撑他的体重，但为了节省时间，德爷打算冒险一试。刚开始冰层厚度还算满意，走起来非常踏实。可随着不断前进，脚下传来的咔嚓声让德爷的头发瞬间汗毛直立，不想年纪轻轻就陨落于此。德爷赶忙原路返回，接下来只能重新规划路线了。德爷沿着湖泊继续前进，不知道跋涉多长时间，德爷发现了不远处的山脚下有座木屋，应该是当地游牧民族的牧场。德爷走过去打算讨碗水喝，礼貌性的敲了敲门，可半天都没有人回应，看样子他们已经搬走了。于是德爷绕着木屋查看，打算看看有没有可利用物资。他在地上捡到了2个铁罐，可以用来当煮饭锅，又在树桩上薅了一小块羊毛，用来当枕头应该挺不错的。打包好，德爷继续上路，可一心忙着赶路忘记了时间。等太阳快要落山，德爷才后知后觉，还好前面有片小树林，顾不得挑肥拣瘦，德爷当即决定在这里凑合一晚。赶了一天路，衣服早已经被汗水浸湿，德爷脱下浸湿的衣服，换上干净的羊毛衫，防止被汗水吸收热量导致体温过低。接着从附近收集来大量刺柏灌木，铺在地上当床垫。由于没有收集到合适的生火材料，今晚只能硬扛了。隔天一早，德爷就起来活动筋骨。昨晚的温度实在是太低了，等体温得到恢复后，德爷背上行囊继续出发。走着走着，他发现了地上有个地松鼠的洞穴，德爷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获取蛋白质的机会，拿起一块石头把洞口堵上，从附近的小溪舀了2罐水，直接给他来了个水漫金山。不多时，地松鼠就受不了，想往外跑，这下正好让德爷逮个正着。这个头起码有2两半重，为了抽出时间赶路，德爷先将其打包带走，又继续跋涉了2个多小时。德爷穿过草原来到了阿尔泰山脚，没有缺德地图，也没有指南针，德爷必须规划好一条好走的路线。这片长着树木的山谷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眼下天色渐渐变暗，德爷打算先在这里休息一晚，养足精神，补充点体力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德爷放弃了传统的钻木取火，抠出相机里的锂电池，用铁丝连接正负极，通过短路使铁丝加热引燃火炉。果然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接着将地松鼠包皮处理干净，徒手撕成一块一块，放进铁罐里进行焖煮。等待美味出炉的这段时间，刚好可以用来搭建庇护所。先用一根原木搭起3脚架，再在侧面搭一些树枝做屋顶，铺上一些刺柏灌木填补缝隙，一个遮风又挡雨的庇护所就搭建完成了。忙活完，一道饕餮盛宴就新鲜出炉了。德爷迫不及待品尝了起来，不柴不腻，咸淡适中，蛋白质是牛肉的几10倍。吃饱喝足，德爷美美的睡了一觉。时间来到第3天，今天的任务是翻越眼前的这座雪山。养精蓄锐的德爷脚步明显快了不少，不多时就来到了一片湖泊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德爷确信冰层能够支持他的体重。果不其然，没一会就抵达了湖泊对面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完，陡峭的悬崖和不知深浅的积雪又给他上了一课，稍不小心就会8人一桌吃大席。看着眼前不可逾越的雪山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德必绕只好原路返回，打算再从侧面迂回绕过去。可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返回的途中，德爷发现天空中盘旋着几只乌鸦。乌鸦是食腐动物，有它出现的地方一定有动物尸体。德爷顺着鸟群的方向一路尾随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隔老远就闻到了一股腐臭味。镜头拉近地上有具山羊的尸体，显然已经被动物吃过了。但为了补充蛋白质，德爷还是决定看看是否还能食用。切开山羊的肚子，取出内脏，放进嘴里啃了起来，发现里面没有滋生白色斑点，说明这只羊还能吃。于是德爷把它扛回昨晚的营地，打算休整一天，明早再出发。德爷先是把整张羊皮扒下来，接着又用石板煎了点羊排填饱肚子。吃不完的羊肉就切成条状，整齐的摆在火堆上烟熏，这样能延缓羊肉的变质速度。第4天，阿尔泰山又下起了雪，白茫茫的根本看不清前进路线。这种情况登山太危险了，看来还得在这里待上几天。好在德爷有吃不完的羊肉，他把羊腿烤到里焦外嫩，看看这热气腾腾的烤羊腿，光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，一口下去满满的全是蛋白质。吃完又在附近挖点野洋葱，塞进嘴里解腻又开胃。这小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滋润。第5天天空放晴，德爷收拾好全部家当准备动身，背着背包爬山所消耗的
的能量，起码是在平地行走的3倍。为了补充能量，德爷边走边啃羊肉干。经过5个多小时的跋涉，德爷进入了一片碎石区。走在这种地形要万分小心，德爷一不小心差点把膝盖摔碎。好不容易走出了碎石堆，前面又被厚厚的白雪覆盖，阳光的暴晒使积雪都融化了。德爷走在雪地上，一脚深一脚浅，非常消耗体力。为了增加受力面积，他只能侧着身体用挪动的方法往前走。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强烈的阳光反射在雪地上，让德爷甚至看不到前进的路线。再这么走下去，非得血盲症不可。德爷知道是时候让自己停手了，他找了个背光面，用3个多小时挖了个过夜的雪洞，拿出羊皮当做隔层，住在里面温暖又舒适。次日趁着温度还没有上来，冰雪还没有融化，德爷继续踏上旅程。可随着太阳照进山谷，冰雪又开始融化了。在这种地形上行走简直就是煎熬。德爷遇到了比昨天更糟糕的情况，有的地方甚至没过膝盖和腰部，他只能举着摄像机在雪地上爬。眼看挑战只剩下4天，按照这样的速度根本不可能抵达目的地，体力不支和身心疲惫让德爷的心理防线彻底破了。这雪地看起来还是一望无际，思来想去考虑再三，德爷拨通了救援人员的电话，决定退出挑战。随着皮卡车渐渐驶来，到此德爷本次挑战不顺利的结束。